咱们来设想一下这么一个场景啊，一位物理学的博士，一个专门研究复杂系统理论的学者。高知分子。对，就因为在社交媒体上转了几篇文章、几张图片，最后你猜怎么着？被判刑了。判了1年8个月的有期徒刑。今天我们要深入聊的就是这么一个真实的，而且非常引人深思的案子。没错，今天咱们聚焦的就是陈经元这个案子。他被法院用的这个罪名呢，本身就很有争议。寻衅滋事罪。寻衅滋事。对，而且你这次给我们的材料特别有意思，他给了我们2条完全平行的线索去看这件事儿。一方面是官方的全套司法文书，比如起诉书、刑事判决书，对，一直到终审的刑事裁定书，这个是官方版本的故事。好的，这是第一条线。那另一条呢？另一条线索啊，就非常罕见了。是一封几万字的长信，是陈经元自己在监狱里写的。哇，他自己写的？亲笔写的，可以说是一封给自己的辩护书，同时也是一封对整个司法系统的控告书。所以咱们今天的任务啊，就是从官方和当事人这2个完全不同的视角，为你把这个案子给完整的剖析开，看看同一个行为是怎么被讲成2个完全不同的故事的。好的，那我们先进官方的叙事线。检方和法院他们是怎么看陈经元这个行为的？官方的逻辑链啊，其实非常直接。你看这个起诉书啊，里面认定的事实很简单，被告人陈经元70后博士，在2019年到2022年这几年，他用翻墙软件在国外的社交网络上发了些东西。官方的说法是散布虚假言论。我注意到这里关键词是虚假，而且检方好像特别强调了2点，对吧？没错，第一，他们认为陈经元是明知这些信息是假的；第二，他的行为造成了公共秩序的严重混乱。明知和严重这2个词儿是定罪的关键。完全正确，这就是构成寻衅滋事罪的核心要件。然后呢，一审法院基本上是全盘采纳了检方的指控，认定罪名成立。这里有个细节值得注意啊，整个一审是不公开审理的。不公开审理啊，那判决书里法院是怎么一步步论证他有罪的呢？判决书的核心论点就是那句我们很熟悉的话：公共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这个说法很常见。对，但真正有意思的地方是法院怎么去论证他明知故犯的。法院特别强调了陈经元的身份。等等，他的身份，他的博士身份？对，法院竟然用他的高学历来反过来指控他。这个逻辑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也觉得，很有意思。这逻辑我得消化一下。我以为高学历在法庭上，就算不是个加分项，至少也应该是中性的吧？在这个案例里，它成了一个不利因素。判决书原文大概是这么写的，说他具有很高的学历和知识水平，所以呢，在使用境外聊天软件过程中，应辨别是非。我好像有点明白了。法院的逻辑是，因为你是博士，所以你比一般人更能分清是非对错。就是这个意思。既然你具备这种能力，但你还是转了这些信息，那就说明你是明知这些信息有问题，是故意要传播他们。这确实是个很奇特的逻辑。一方面说你学历高，你应该懂事明理，但另一方面，他自己运用他的知识判断之后得出的结论，就是这些内容值得关注。这个结论本身又被完全否定了，这听起来非常矛盾呢。是的，这恰恰就是后来陈经元自己在辩护里反复抨击的一个核心悖论。但在一审判决里，法院的逻辑是闭环的。你学历高，所以你应该知道这些是侮辱、攻击国家领导核心以及我国现行政治体制的虚假信息。你既然知道还转发，那这个行为就造成了公共秩序的严重混乱。结论就是有罪。没错。最终判决有期徒刑1年8个月，作案工具也就是他的电脑和手机全部没收。好的，听完了官方的说法，整个逻辑链条确实很清晰，转发有害信息造成混乱，所以有罪。但是当我们打开陈经元自己的辩护材料的时候，整个故事一下就复杂起来了。他收到判决马上就上诉了。是的，他的上诉理由非常尖锐，直接就挑战了判决的2个根本前提。首先，他认为自己的行为从法律构成上讲，根本就不满足寻衅滋事罪的要求。他是怎么来论证这一点的？他把这个罪名拆解成了2个部分。他说，要定这个罪，你必须同时满足2个条件。第一，
传播的人得100%确定自己发的东西是假的。100%确定。第二，这个传播行为必须在现实世界里造成了可以衡量的很严重的秩序混乱。他觉得这2点他一条都不沾。对，关于第一点，他说自己并无能力确定转发文章的真假。为了说明这个，他甚至在辩护状里引用了柏拉图的洞穴理论。柏拉图的洞穴理论，等一下，他这是在法庭上开始讲哲学课了吗？这跟一个网络言论案子能有什么关系？哈哈，他的意思其实很明确，他想说，我们每个普通网民能接触到的网络信息，就像洞穴里囚犯看到的墙上的那些影子。影子。对，我们看不到影子背后的真实物体，也就是信息的源头和真相。所以，法律要求他这么一个洞穴里的人去100%判断影子的真伪，这本身就是个不合理，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要求。我明白了，他用这个比喻，其实是想论证他不可能明知信息是虚假的。那关于严重混乱那一点呢？这一点，他更是从自己的专业，也就是复杂系统理论的角度去反驳，用他的专业知识来辩护。是的，他说，一个信息要在网络上形成有效的传播，像病毒一样扩散开来，是需要满足很多条件的，它是一个很复杂的动态过程。而他那几次零星的在很小范围内的转发，根本没有引起有效的传播过程，就像往大海里扔了颗小石子。就是这个比喻。他说这根本不可能造成所谓的严重的网络秩序混乱。他觉得法院这个指控完全是凭空想象，没有事实依据。所以他不仅从哲学上，还从传播动力学的科学角度，把这个罪名的构成要件给否定掉了。但就只是他的第一个上诉理由，对吧？对，他的第二个上诉理由就更直接了，直指司法公正。他认为，就算退一万步讲，他的行为真的有问题，这个量刑也太重了，而且是典型的选择性执法。选择性执法。他在上诉书里就写，同样的内容，成千上万的网友都在转，甚至那些内容的原创作者都好好的，为什么偏偏就抓他一个人，还判刑？他觉得这对来说极为不公。听起来他的上诉理由逻辑很清晰，也很有力。不过真正精彩的部分，好像还在那封监狱里写的长信里。没错，如果说上诉状还只是一个被告在法律框架内为自己辩护，那封长信就是一个学者对自己案件的全面解构和反击。他是怎么做的？信的一开头，他就给自己做了一个定位，一名独立学者。他详细介绍了自己的背景，物理学博士，专业是线性复杂系统理论，以前还在国防、天体物理、人工智能这些很尖端的领域工作过，履历很厉害。是的，后来是因为要照顾年迈的父母，才回到农村老家，但一直还在坚持独立研究。这个背景介绍很重要，因为他接下来做的，我猜就是用一个学者的逻辑去系统性的瓦解控方最核心的那个指控，说他传播了谣言。完全正确。他把控方笼统地称为虚假信息的那些内容，就像做学术研究一样，仔细细细地分成了4类，然后逐一论证，说他们根本就不属于谣言的范畴。哦，这个有意思，他是怎么分类的呢？第一类他称之为艺术作品。艺术作品？对，比如说一些关于香港抗议的撑伞女孩漫画，还有一些讽刺习近平的漫画。他的论点是，艺术的本质就是虚构和夸张，你用真还是假这把尺子去量艺术，本身就很荒谬。这个说法有道理。他甚至反问，如果这都算谣言，那我们从小听到大的盘古开天、华府逐日，还有李白诗里的白发3000丈，是不是也都是谣言？是不是都该追究刑事责任？是啊，这个类比非常有力，等于说用法律的尺子去量文艺创作是找错了对象。那第二类呢？第二类是主观情感表达，比如说他在某个特殊的纪念日转发了一张烛光的图片，或者是一些声援清华大学许章仁教授的帖子。他认为这些行为本质上就是个人情感的抒发，就像高兴了会笑，悲伤了会哭一样。这里面只有情感是不是真挚的问题，根本不存在事实的真假问题。他甚至还举了个例子，
说自己曾在微信朋友圈感叹了一句：“看来华为要被打回原形了。”他觉得这只是一个基于公开信息的个人观点和预测，怎么能算谣言呢？艺术和情感这两类确实很难用真假来判断。那对他这个学者来说，最重要的应该是第三类吧？对，第三类是整个辩护的核心，他称之为理论思想与学术观点。这都包括什么内容？这部分内容包括一些关于政治国谱分类的文章，还有一篇在网上流传很广的叫《客观评价习近平》的热帖，以及美国前总统川普批判共产主义的演讲。范围很广。他强调说，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独立学者，广泛的涉猎、关注、收集和转发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这是他日常的学术工作，是做研究的基本方法。如果连这种行为都要被定罪，那本质上就是禁止思想和研究自由。所以他等于是在说，你们指控我传播谣言的这个行为，其实是我的学术研究过程，你们把学术行为给形式化了。正是这个意思。然后最后一类是历史资料与事实陈述，比如说有一篇是探讨毛泽东选集编辑历史的文章。对于这一类最可能存在真假争议的内容，他提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观点。什么观点？他说，即便这里面真的有虚假成分，他本人也只是一个被误导的受害者，而不应该是犯罪者。哦，他把这个责任抛回给了公权力机关。是的，他的逻辑是，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我没有能力也没有义务去核实网上每一条信息的真伪，查证信息、发布权威通报、出来辟谣，这个责任应该在政府和警方，而不应该转嫁到我个人身上。他的意思是，如果他因为被不实信息误导而转发了，那他也是谣言的受害者。对，怎么能反过来把他当成罪犯来惩罚呢？我明白了，所以他通过这4层分类，等于是在说，你们指控我的这些所谓虚假信息，要么是艺术，要么是情感，要么是学术观点，他们根本就没有真假之分。而那些可能有真假之分的内容呢，核实的责任也不在我。他这套逻辑组合拳打下来，基本上就把谣言这个指控给彻底解告了。这就是他作为学者的厉害之处。他不是简单的说我没错，而是在用严谨的逻辑，从根本上挑战控方对虚假信息这个核心词汇的定义。他等于是在告诉法庭，你们用来指控我的这个最基本的概念，本身就是不成立的。在解构了核心指控之后，还对整个司法程序提出了非常尖锐的抨击。他在信里毫不客气，他直接称寻衅滋事罪是一个口袋罪。口袋罪这个说法其实在法律界很普遍，意思就是它的定义非常模糊，就像一个什么都能装的口袋，可以被用来惩罚很多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行为，所以争议极大。所以他认为自己就是被这个模糊的口袋给套进去了。不仅如此，他还指控整个办案过程是零证据启动，是先抓捕再罗织证据。而最让他感到荒谬和愤怒的，就是我们前面也提到的，法院用他的高学历来证明他明知故犯的那个神奇逻辑。对，这一点我们刚才就觉得很奇怪，他是怎么在信里反驳的？他在信里把这个悖论讲得更透彻了。他说，这完全是一个自相矛盾的逻辑陷阱。法院一方面利用他的博士身份来论证他应能明辨是非，从而推导出他明知内容有问题这个结论。但另一方面，法院又完全否定了他这位博士在亲自明辨是非之后得出的结论，那就是这些内容包含着值得关注和研究的学术与思想价值。这在他看来，既是对他学者身份的利用，也是对他学者判断力的侮辱。等于是说，我们需要你是博士的时候，你就是博士；我们需要你不是博士的时候，你就不是。就是这个意思。他还在信里披露了一个挺惊人的细节，说有一位监察官曾经私下向他的律师承认，说他这点小屁事儿连违法都算不上，但是有上层领导下了指示，必须办成铁案。还有这种事儿？当然，这是他单方面的陈述，我们没法核实，但这是他用来指控司法不公的一个重要论据。好了，他提出了这么有力的辩护，从哲学到科学，从法律程序到个人经历，可以说是把自己武装到了牙齿。那么他的上诉结果如何？结果，中级法院，也就是2审法院，决定不开庭审理。不开庭，那怎么审？直接进行书面审理。
法院给出的理由是，他们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轻浮，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那陈金元提出的所有上诉意见呢？法院的评价是与事实和法律不符，不予采纳。最终的裁定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是终审裁定，意味着这起案件在法律程序上到这里就结束了，尘埃落定，案件就这么结束了。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我们确实看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甚至完全对立的叙述。是的，在官方的叙事里，这是一个很清晰、很线性的故事。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利用自己的知识和技术，在网上传播攻击国家体制的虚假信息，扰乱了社会秩序，最后受到了法律的公正惩处。一切都依法办事，有理有据。而在陈金元的叙事里呢，这完全是另一个故事了。这是一个关于知识、权力还有程序正义的故事。一名独立学者，他日常的学术行为，也就是广泛涉猎、收集和转发不同观点，被一个定义模糊的口袋罪给形式化了。对，他认为自己从头到尾都是司法不公和冤假错案的受害者，整个过程充满了逻辑漏洞和有罪推定。所以这起案件的核心冲突，其实就是对虚假信息和严重混乱这两个词的定义权之争。说得太对了，陈金元试图用一个学者、一个物理学家的严谨去量化和界定它们。他想从传播学系统论的角度去定义，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混乱。而法院呢，则更多的是从政治敏感性、社会稳定和主观意图的角度去解读。当法院说他因辨别是非的时候，这个是非的标准显然和陈金元在学术上理解的那个真与伪根本不是一回事。这就为我们也为你留下了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在这个信息像洪水一样泛滥的时代，定义什么是有害的虚假信息的这个权利，究竟应该掌握在谁的手里？是国家，是学者，还是我们每一个独立的公民？当这些不同的定义发生激烈冲突时，又会像陈金元的案子一样，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